我们在读这个历史故事和传奇小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，就是往往这个小说里头吧，有意无意的给你留点根儿，就是他对有些人物的走向啊、事情的走向啊，他好像说出点东西来，但又好像没说。这就我们经常读古典名著时说，这里头有什么谜团呢？有什么疑团呢？比方说三国有三不明，哪三不明呢？关羽来路不明，貂蝉生死不明，徐庶去向不明，这为三国三不明。就关羽，你说打哪儿来的？干啥的？不知道。徐庶最后进曹营一营不发，他哪儿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不知道。貂蝉，白门楼斩了吕布，貂蝉跑哪儿去了？生死不知。咱们有时候一说英雄好汉叫英雄不问出处，其实多数人一提起英雄都想知道他从哪儿来的，到哪儿去了。所以咱们今天就扒一扒《三国演义》里边这些英雄的出处到底是哪儿。咱们先得说呢，三不明头一位关羽。关云长来路不明，有人说不能算来路不明吧？你看《三国演义》里写，这个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这是在这个涿州一带，就张飞他老家那儿。说张飞卖肉嘛，刘备卖草鞋，关羽也做点小买卖，这仨人这么就认识了，脾气相投。说问你这从哪儿来啊？关羽说某家姓关名羽字云长，乃山西蒲州解良县人。说为什么到了你山西蒲州，怎么到河北幽州地界了？说我杀了人了。说白了，关羽是通缉犯，是杀人犯。说为什么后来人怀疑关羽都不姓关？你想想，通缉犯换另一个地方，一般都得改名啊。所以说，关羽原来这来路是啥？不知道，到底姓啥？不知道。那么他这一来路不明呢，就造成了关羽做事的两大特点。一个特点呢是打仗的时候马快刀狠，也不搭话，上来就一刀，这是他特点。第二个是呢，关羽平常的生活状态，什么状态呢？善待祖武而骄于士大夫，就是他对下面人特别好，善待祖武底下人，骄于士大夫，反而是名门望族的人，他在你面前很骄傲，瞧不起你玩儿。说这具体怎么解释呢？咱们先说这马快刀狠。说马快刀狠跟他来路不明有什么关系？这个过去打仗啊，咱们听评书都知道，比方说两军阵前，咵咵，两军对垒，人不上性命，某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。所以有这句话，因为我这是有名的大将啊，我这刀底下不死无名之鬼，跟我打仗你得有资格，凭什么两军对垒咱俩打呀？某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，报上名来。那这关羽怎么报呢？我举个例子吧，《三国演义》一开始，18路诸侯讨董卓有一折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。他怎么斩的呢？打马扬鞭上阵了，往前，华雄对面一看来个人，华雄习惯了啊，某乃董卓帐下都督华雄啊，来人通名。关羽怎么通名啊？我乃山西杀人犯，现在在刘备手底下，一个小小马弓手关云长，他能报得出去吗？所以这时候他只能不吱声，打着马他往前。这华雄一看这人怎么不报号啊？哪有这么干的？这是什么呢？是怕我耳朵聋走跟前说呀，还是他耳朵聋没听见呢？等一会儿吧。这一等着这功夫，华雄还等着关羽报号呢，哪想到关羽走到跟前，青龙偃刀一横，压根还没来得及防备呢，倒了霉了。马快刀狠。要说这一个事儿不够说明这个问题，咱们再看这个保皇嫂千里寻凶。这关云长呢，徐州失散了，保了两个皇嫂，没办法投降曹操，屯土山关公岳三世，说好了，我知道我哥哥在哪儿，带皇嫂就得去。曹操爱才同意了，就这么着呢。这不后来这个他得报答曹操啊，说这个他不知道自己哥哥在袁绍那儿，就是曹操对我这么好，俩皇嫂好吃好喝，
对自己上马赠金下马赠银，不得报答你。所以曹操跟袁绍打仗呢，关云长阵前效力。说对面呢有个狠的角色，河北颜良厉害。关羽说我宰他去，提刀上马。颜良这也报号，末将同名，某家乃河北名将颜良。他为啥报号呢？河北名将颜良，颜良这个门第很厉害，战国时候人家就是武将，说白了很威风。你让这关羽报号，关羽咋报啊？说历史上某乃山西杀人犯关云长，再接着报一个前2天刚投降曹操，我来了，都不大光彩。所以关公还是闷声发大财。这个跨马提刀，咵咵到跟前儿，颜良等他报号呢，突插一刀把颜良给杀了。说白了，颜良、文丑这2位啊，能力再差也不可能挡不住关云长一招，那叫名将啊。但这哥俩活该死在哪儿呢？就18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这俩不被袁绍支出去运粮草了吗？他要在现场看着关公怎么杀华雄，后来不至于这么死。哪想到关公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也不报号就干。为啥？他没法报，来路不明，出身低微，所以这是杀人上马快刀狠。咱们再看他做事上，咱们说善待足乌而骄于士大，他自己呀出身低微，你就记住，这个出身低微的人能耐大的，往往越是这样他越骄傲。他为啥骄傲？他自己骨子里自卑，我不是名门望族，我偏偏瞧不起你们望族，用这种自傲来掩盖自卑。你看关公镇守荆州的时候，孙权当然也没怎么安好心，但是他也想啊跟关羽套套近乎。就孙权呢给关公去了一封信，让这个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下书，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那个我儿子到了这个大婚年龄了，听说这个将军有个女儿，我们2家想拉拉手结亲。可是这个时候关羽怎么说呢？他说这话令人发指，不同意。说儿女亲事你不同意也就罢了，来一句什么呢？就是虎女岂能配犬子。但这就是关羽的性格，你越是名门望族，我又瞧不上你，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这点卑微。但是他善待足武是什么呢？由于他出身低微，他对于这些出身低微来路不明的人，他对这些人最好。所以关公对下人是很好的。他弟弟张飞跟他正好相反，关公善待足武而骄于士大夫，张飞是什么？与张飞都是有大毛病致命缺点的人。你像他这个善待足武体现在什么上呢？最典型的，关公身边有2位，一个关平、周仓。关平是他干儿子，周仓是他副将，跟他一辈子。周仓最后是走麦城，关公被这个孙权杀了，周仓听了这信儿，抹脖自刎，追随关公于地下。这周仓是干嘛的呢？搁现在话说土匪。他原来跟着黄巾军起义，咱们历史课本说黄巾军农民起义军，张角带兵失败了，黄巾军四下奔逃，周仓呢躲到个小山头上当土匪了。正好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从这儿经过，周仓说我久闻了关公大名，义薄云天，我跟着你得了。关公二话没说收了，对他很好。其实这都不合常理，你这么一个土匪山贼，我也不知道你哪儿来的，我就收为心腹，你害我怎么办呢？可是关公天生就这样，他对于和他是一个阶层来的，底层来的，而且来路不明，这山贼有点能耐的，关羽对这人最好，所以生死以至，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信。所以说就是关公这来路不明啊，造就了他后来的行事特点，而他这些行事特点直接也铸成了关公的命运，好好的这上，死也死在这上。所以这是个来路不明。还有一不明呢，咱说徐庶，徐庶下落不明。说这徐庶怎么来的呢？其实也不太清楚。说他一个谋士有什么来路不明的一个读书人呢？不是那样，他其实和关公一样，原来也好武。你咱有人说这个谋士一般好像体格都不太好。你诸葛亮五丈原穰星啊，摆这个七星灯，那是都要吐血了。说就是有点谋略的武将体格也不好。你看周瑜，啪啦啦，大旗迎风招展，一想，哎呦，这风是西北风啊，这要火烧战船得烧到我呀。
一来气一口血吐那儿去，好像有点谋略，人体格都不太好，而傻了吧唧没心没肺的武将体格好。那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。咱们以前说过李白，李白大诗人吧，可是李白15仗剑游，15岁拿把宝剑游览天下，而且剑术很高，在当时高手里还排过第2。李白有武功，徐庶也是这么个人，小的时候也是拿一把剑行侠仗义，反正到哪儿看哪个贪官污吏不行，我半夜3更就把你宰了。说白了，那是东汉末年的蝙蝠侠，这徐庶。后来这徐庶不就是这个曹操威胁他把他母亲抓起来吗？徐庶是个孝子。曹操有个特点，他非常喜欢忠义之人。你像关羽、赵云、徐庶，他喜欢这样，他不大喜欢那些就不怎么太忠义的人。你像包括张飞，包括诸葛亮，他一提张飞那都是村夫，诸葛亮诸葛村夫更如此，所以他喜欢徐庶。他就把一打听徐庶有个老母亲，他把他老母亲抓来了，以此为要挟。徐庶没办法，忠孝不能两全，主公啊，我只能是救我母亲，我得投曹操，但有一样我答应你，我进曹营一言不发，我终生不为曹操献一计。对，这是徐庶的承诺。走的时候，徐庶还向他推荐了诸葛亮，诸葛孔明者卧龙也。徐庶对诸葛亮能耐定位很准确，说吾之于孔明啊，我跟孔明相比，有萤火之于日月耳，跟萤火虫的屁股跟月亮比似的，我这能量差多了。所以徐庶是一心为刘备好。进了曹营之后呢，他也确实一言不发，这样猛将何不收入帐中？曹孟德拈须微笑啊，吾正有此意啊！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魂鸣。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若有一人伤得赵将军一根毫毛，83万兵丁，51员上将，除他一人敌命。后世说赵子龙一仗怀揣幼主之英勇，二上有徐庶暗中保护，只杀得七进七出，汗透铠甲，血染征袍，堪堪败逝在当阳桥下。这说赵子龙七进七出，说这个方出个主意的事。什么主意呢？我们都知道庞统庞士元不是石苦肉献连环，借东风烧战船吗？连环计就庞士元献的。当时还有黄盖、黄爱生下诈降书，只有这些条件，赤壁之战才能成功。那么说这事跟徐庶有什么关系呢？庞统献了连环计，他得回去，走到江边想驾一叶扁舟回去，刚走到江边上船，背后啪有人攥住他了。好你个庞统，前有黄爱生下诈降书，后有你来献连环计，你是恨曹公83万兵丁不死啊！把庞统吓得魂飞天外，这还了得？这高人给我点破了。回身一看，熟人徐庶、徐元直。哎呀，徐庶，你可别跟我闹啊！你要跟曹操说，我可就死定了。这时候徐庶说：“我不说是不说，我本来也不想给他说一句话，出一条计策。可是我们可都在这船上呢。若是东吴势大，用火攻，我等玉石俱焚，你全得玩完了。你得给我出个计策，我怎么跑？”庞统说：“你这样，你跟曹操就说呀，83万兵丁把家底儿都带出来了，在江南这块久逆战阵，就打这么长时间仗了。西北一带，马腾、马超父子骁勇善战，若是西你许昌后路，你老家不完了。这样的话，曹操必然派你过去来给调解这些事儿，让你去守西凉去，你不就躲了吗？”徐庶一看这主意高，第二天就给曹操出这么主意。曹操一看，那这样你就去吧。后来就说把徐庶就派到西北去。可是后来就这火烧赤壁之后，已经成三足鼎立之势了。有一段反西凉，就是虽然前面把马腾害死了，但马超和他叔父韩遂反的时候，半点都没有提徐庶的事儿，就不知道他干啥去了。所以关云长来路不明，徐元直去向不明。那么咱们说这是刘备手底下的文臣武将，其实刘备本身也来路不明。有人说怎么来路不明？京剧不唱吗？那刘备本是中山靖王的后，汉帝玄孙一脉流。刘备也说吗？我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。说这是刘备来历吗？其实这事谁也没法说，因为刘备这来路十之八九是他撒谎。
为啥呢？中山靖王刘胜是谁呢？是汉武帝刘彻的哥哥，跟刘备有多远呢？一个是西汉时候的，一个东汉末年，隔着将近300年，300年将近20代人了，你知道传哪儿去了？再一个，为什么刘备说他是中山靖王刘胜，或者他怎么不说别人呢？因为中山靖王刘胜啊，这人没别的本事，唯一的强项就生孩子厉害。刘胜一辈子生了120个儿子，你这人得多厉害！你说120个儿子，咱都知道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无穷匮呀，传了300年了，你说那人得多少？所以刘备这话十之八九是撒谎，就硬往老刘的上面贴，他信不信刘都难说。那可是为什么说刘备一说我乃汉室宗亲，汉献帝都用他，哎呀，这是我皇叔，所有人都没质疑过刘备。为啥？刘备是演技派，不论谁跟他说这东汉末年，董卓进京，祸乱朝纲，曹操专权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没等话说完，刘备哭上了。因为别人一看，看来是皇亲，要不然怎么跟死爹似的啊？这别人怎么不哭，他哭这么惨呢？你看来是他们家演的好。所以刘备，咱们说实在的，人家家谱可清楚，4世3公啊，历代都是东汉的栋梁之才。那么其实你细琢磨琢磨，袁绍不够这资格，为啥呢？他家这一阵封地在淮南，你看淮南这地方谁世袭了？他弟弟袁术，袁术世袭淮南之地。袁绍在哪儿呢？河北冀州、幽州这一带，这是他的天下。就说他没有能够以正出的方式世袭这个领地，为啥？袁绍是丫鬟生，是庶出，人家袁术是大夫人生，所以在这方面讲，袁绍的门第他不如袁术。你别看他是跟袁术他是同父一个爹，但是他母亲是丫鬟，人家袁术是大夫人。你这个有人说丫鬟出生怎么大，可大不一样。北京有句骂人话，说你丫的，这样什么意思？就丫头养的，表示你什么都不是，在大山门你最次。正因为是这个呢，袁绍对于同样出身贵族，但是在贵族里头等级不够的人，他很亲切。谁？他跟曹操。你看后来官渡之战打稀里哗啦，原来跟曹操可好。18路诸侯讨董卓说他跟曹操关系最好，为什么呢？曹操本姓夏侯，他爸爸曹冲是夏侯家的，但是被当时很有势力的大太监曹腾收为养子。收为养子你得跟我姓，你不能叫夏侯松，你得叫曹冲。那你的儿子那也得跟我姓，叫曹操。所以你看他跟袁绍为啥这么好？一个是丫鬟养的，一个是太监孙子，你看他俩多匹配，挺好。这个谜团呢还是单人身上，要是俩人对应关系的谜团那更不好解。咱们接下来就给大伙说到三管义两个最著名的谋士，谁？卧龙凤雏，一个诸葛亮，一个庞统，这个两人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，那才是真正的千古之谜。今天这期节目啊，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我们观众朋友耳熟能详的人物，那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刘备。那说起刘备呢，咱首先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您说刘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恐怕很多人脑海里啊，先会想到这么几个字儿，说这个人挺忠厚。哎，这倒是。刘备呢，你看不管是哪一版的电视剧里边，刘备那长相一看就不是个坏人，忠厚老实仁德。你看当时曹操攻打新野的时候，刘备带着这些老百姓啊跑，宁可呢被曹兵追上，冒着这个危险他不舍弃老百姓，说这个人呢忠厚仁德。再有的人说刘备本事好像不大，为什么呢？你看虎牢关三英战吕布，表面上好像哥仨打人一个，其实那就是关羽张飞打吕布。刘备是这哥俩上去打了，他在后头拿着双股锏，哎，带我一个，其实就是个形象代言人，没起多大作用。说刘备好像啊打仗什么的不行，要没有诸葛亮啊，他绝最后成不了三分霸业之一。其实在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压根儿不是大家想象那样有点窝囊、脾气好、忠厚、没军事才能，恰恰相反，他是一个不比曹操逊色的一代奸雄。
首先有人说刘备脾气好，说为什么脾气好呢？一有什么事你看着先急的那是张飞。比方说这个三顾茅庐，诸葛亮在屋里睡觉，张飞气的我一把火烧着他，把他揪出来。你注意，三国里凡是有这类事，必是张飞这样的鲁莽之徒冲到前头。刘备其实希望张飞这么干，然后他在中间和稀泥。这刘备对张飞说的最多的3句话是什么呢？三弟不可鲁莽，三弟不可造次，三弟且退下。这句话其实他希望张飞那么干，来唱黑脸，然后他出来唱红脸。所以有人说刘备脾气多好啊，张飞脾气多暴啊，不是，其实刘备脾气更暴。《三国演义》一开场有一段，咱们大伙都知道，这个在京剧里都唱过，鞭打督邮，气冲牛斗，火烧关前战文侯。这甘露寺里一段唱，说谁？张翼德鞭打督邮。其实历史真实不是张翼德鞭打督邮，是刘备下的手，那下手比张飞还狠呢。他怎么回事呢？18路诸侯讨董卓，讨董卓之后呢，给刘备弄了个小官当，叫中山府安喜县县尉。什么叫县尉呢？就是安喜县的武装部部长。那个时候战乱年代，武装部部长比什么县长什么都好使。刘备就得了这么一个官，这个官上任时间不长，朝廷呢要整顿一下这纪律。怎么整顿？就说有一批借着打仗最后当上官的，他的能力并不符合，你光会打仗不适合治理这一个地方，有可能是为祸一方，所以得派更大的官，说白了就巡视员下去呢看看，你要行我留你，不行你就遣返，给你俩钱你回家，我们另派官来。这督邮是干嘛的呢？督邮就是干这个的，这是官职的名称。他来了到这儿呢，检查一下看看安喜县这个县尉合不合格。刘备这时候心里打鼓，一想我也没根儿，说他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的后人，其实大伙都知道刘备知悉贩履之辈，干嘛编个草鞋弄个草鞋蹲菜市场那卖，城管都管他他不是什么有根儿的人。说他不是皇族吗？中山靖王的后人吗？中山靖王刘胜一辈子没干别的事，净生孩子了，有120多儿子。为什么刘备不说是别人儿子？他说他汉武帝儿子，汉武帝就那么几个孩子，一查就能查出来。而中山靖王刘胜120多儿子，你知道这120多儿子这生育能力得多强？所以他说我是他后代，大伙能信。一想他儿子本来多，谁知道跑哪儿去了？所以那都无稽之谈，他并没有什么正根儿。这刘备心里担心，这督邮来了要把我给撤了怎么办呢？他自己就琢磨，我这打仗当初从卖草鞋开始，好不容易把关羽张飞这哥俩划来了，我们闹点事有这么个官，他来说撸给我撸了，我这劲白费了。刘备心里想，不行，我不能任由命运摆布，我得主动出击。这刘备这时候一想起过去的辛苦，心里头这无名火一下就上来了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既然你要把我拿下，我也不能挺着坐以待毙。刘备一来气，召唤几个家丁，走，跟我往前冲。冲到里边就把督邮从床上弄起来了，弄起来之后就给捆树上了。刘备这时候心里笃定，他要把我拿下了，得了，我也不想好了，干脆吧，出口气吧，抡起鞭子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这把督邮这通打，差点没给他打死这。所以历史上真实的不是张翼德、张飞打督邮，而是刘备打督邮。这说明什么？刘备有火气，是个很有脾气的人。就你要惹着我不行。那说为什么《三国志》里写的好好，到《三国演义》就给篡改成这样呢？他就是为了显示刘备脾气好，仁德。张飞打督邮，他还不让打呢。哎呀，不能把这人怎么着，咱们得以仁义治天下。为了凸显他形象，在历史巨变的关口，他如果是个没有脾气的人，往往他也做不到
关键时刻比较果断，也做不到能够以充分的人格魅力统领下边人跟他一起动手打天下。所以刘备首先一点不是《三国演义》写的那样挺温和的，不是，很有脾气。第二个呢，咱们看刘备好像说功夫不高，人家青龙偃月刀重达82斤，丈八蛇矛那么老长，到刘备打俩双股锏，跟着那学校那俩教鞭似的，你看着以为唱大鼓的噔不楞咚，这个呢三国里这么写是为了显示谁呢？是为了显诸葛亮。咱们都知道诸葛亮出山头一仗《三国演义》里写的什么火烧博望，那真实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，这把火根本不是诸葛亮烧的，那阵诸葛亮还没出山呢，是火烧博望之后才请诸葛亮出山。那这把火谁放的？是刘备放的，而且烧的也不是曹兵，烧的是自个儿。说这怎么回事呢？是刘备当时啊主动出击，就没等曹兵在那安营扎寨立稳当来，不是他来打刘备，而是刘备打曹兵，直接攻打到叶县这儿，打夏侯惇。然后怎么打呢？故意打败。那时候赵云已经跟他了，让赵云打败仗。曹兵一看你来骚扰我来啊，底下还败了，这能饶了你吗？得惩罚你，追。在后头就追到博望这地方，刘备又一把火把自己的营盘烧着了，好像打得丢盔弃甲了，这边也不行了，也得撤了。为什么？吸引曹兵接着追他，就来到新野南边啊这个地方，土地这很平，但是草很深，到这里头来那就由不得曹兵了，他不熟悉地形，这时候再放火，所以大获全胜。大伙普遍认可刘备呢，说这个人忠厚老实，对朋友够意思。你看他交朋友，这个关羽张飞带自个儿兄弟啊，很是仁厚个人。那是不是这样呢？也不是。刘备身上有很虚伪的一面，也有非常狠毒的一面。有个典型的例子，你就说他和吕布的关系。吕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这不假。但是在刘备多次危难的时候呢，吕布伸手了，帮他忙了。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在这上扯平了，但是其实最后刘备是欠吕布的，欠在哪儿呢？袁术派大将纪灵将10万大军攻打刘备，刘备论兵力远不如袁术，这个时候吕布出来和稀泥了，这手拉着刘备，这手拉着纪灵，你二位能不能不打？这样我在辕门之外啊，把我那方天画戟立那，我往后退150步开外，我拿出弓箭来，我要这箭能射准我这方天画戟那几尖，你们两家罢干戈为玉帛。我要射不准，你人脑袋打出狗脑袋跟我没关系。据说在射戟那天呢，外头风力有6、7级，而且还是西伯利亚寒潮来袭，天气很不好。但是吕布这一箭射出去，正中150步开外几尖。纪灵也没想到吕布这么准，没招了，退兵了，等于当时救了刘备一命。也就是说，从他俩的交往历史来看，吕布虽然德行不怎么样，但是吕布不欠刘备的，反而是刘备呢多少有点欠吕布的。这不吕布就觉得刘备欠他人情吗？这才有后来白门楼。当时吕布跟曹操交兵，吕布呢虐待自己手下，最后大将宋宪魏续把吕布在白门楼上绑了个结结实实，方天画戟偷走，趁吕布睡着的时候，曹操把吕布拿下了。所以这时候吕布就求饶，要不说这个人是个小人，他没什么骨气，说明公你要收留我，愿效犬马之劳啊，我替你打天下。曹操就犹豫，因为这样的猛将哪一个明主都爱。一犹豫这功夫呢，这曹操据说前列腺不太好，站起来我上趟厕所吧，就出去了。出去了这屋里头啊，可就剩下吕布和刘备了。刘备那时候跟着曹操呢，在人身后坐着呢。这时候吕布一看四下没人了，哎呀，玄德呀，你可得救我一命啊，你得给我说点好话啊。刘备听，行，点点头，
吕布心里有底儿了，他欠我情，他肯定替我说好话。不一会儿，曹操回来坐那儿，吕布又接着求情：“明公啊，你饶我不死，我为你效衔草结环之劳。”这个时候呢，曹操一转身看看刘备，玄德以为如何呀？其实曹操心里有数，但是这个话类似什么？最近大伙在网络上都知道，元芳你怎么看？是这个意思，递个肩膀头给刘备。结果刘备不仅没说好听的，反而说了一句话：“您记得丁建阳、董卓之事乎？”什么意思呢？你还记得丁建阳、丁原和董卓的事吗？曹操本来就对吕布不放心，一听这话，推出去斩了。把吕布气的在那指着他大骂：“大耳贼，大耳贼呀！”刘备耳朵大，刘备俩嘛特长，一个双手过膝，两个手往下一垂过膝盖，再一个耳朵，耳大垂肩，耳朵长到哪儿？跟肩膀头差不多到这儿，你听跟如来佛似的。所以叫大耳贼，大耳贼。辕门射戟为了谁？我当年辕门射戟不为你，我为了谁呀？所以刘备你看他忠厚不忠厚？这时候火上浇油，还要置吕布于死地。他为什么呢？一个他心里对吕布当年呐夺他徐州恨得很，第二个他这下边这些人得汉献帝赏识的人不多，如果把吕布平定了的话，徐州拿回来，刘备就有可能再回去当这个徐州牧。所以刘备不仅不忠厚，还比较狠毒，因为涉及到利益的时候，这个人可不一样啊。在刘备这个人呢，也不是个很忠诚的人，喜欢跳槽。一开始18路诸侯讨董卓，刘备想来凑热闹，带我一个，人家袁绍根本不带他。又是曹操说：“我观此兄弟三人呐，龙虎之相，很威武，能干点事儿。”也就是说，曹操对刘备绝对有知遇之恩。可是呢，18路诸侯讨董卓之后呢，刘备迅速背叛曹操，跟别人勾搭上了，还直接跟曹操之间发生很多冲突。后来曹操不计前嫌，又收留了刘备。我们都知道后边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段，当然这个时候曹操开始防着刘备了。但防着归防着，他给刘备待遇很高，坐这咱俩在一个席子上坐，出去咱俩一个车上，就我拿你当回事儿。而且当时评职称，什么职称？叫天下英雄，这职称就2个人，为使君与操耳。你看还给刘备一个很重要的名额。就对刘备来说呢，我不准备重用你，我防着你，但是我拿你当个人才。但这阵刘备很有野心，他不满足，所以他千方百计呢要挣脱曹操的束缚，跑了不说呢，还当时把徐州刺史车胄给杀了，折了曹操一员大将。就说刘备这2次跳槽，包括后来又从袁绍那儿跳槽，他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点点就折腾起来了。就是他根本不是一个很忠诚的人。再一个呢，心狠手辣起来，他可专门杀手。杀谁呢？杀他的族弟益州刘璋。这刘璋是皇亲，算起来算刘备的弟弟。这刘璋当年千不该万不该听自己谋士张松。张松说：“哎，你看张鲁在北边琢磨你，曹操在那头时刻能打来，咱这个蜀中千里沃土啊，咱自己兵力又不行。素闻你的族兄刘玄德仁义过人，咱请他来吧。”这才叫引狼入室。等刘备在这个川中占据一定的优势，有了民心之后呢，他提出来找借口向刘璋给我借兵，借多少？借我1万。这明摆着嘛，你在人这地方待着，你自己有兵还借人家。刘璋又不敢得罪他，凑了4000老弱残兵送来了。刘备以这个为借口，对刘璋开始进行攻击。那会儿刘璋再想要抵挡刘备，抵挡不住了。你这关隘这些刘备都清楚了，所以刘备嘁哩咔嚓攻到成都城下，刘璋没招出来，把大印拿出来了，献给刘备了。当然罗贯中呢是秉承着汉为正统，所以吹捧刘备。可是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，你会发现任何一个谋求天下的人，他在战术上各有不同，但是在战略上都差不多。
如果不是脸厚心黑，很难能够在丛林法则的这种军阀争斗当中占据先机。所以像刘备如果真是个忠厚老实仁德之人，他不可能在群狼四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1/3的天下。所以刘备，我们今天给大伙说的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刘备。当然我们说战略上这些争天下的人都一样，但是具体战术上就有很大的不同。你比方说曹操跟刘备的打法又不一样，有人说曹操是这个枭雄奸雄，而刘备是仁德之主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咱们下期节目再给大伙说说曹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。今天要说到这个人物啊，特别特别重要。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咱们每个普通人呢都可能在生活当中碰到他。比方说你到个饭店吃饭，哟，一进饭店门一看供香火，那儿供这么一位谁？武财神关公关老爷。关羽这个人物为什么特殊呢？他很奇怪，三国里边关羽再厉害，他不过是刘备手下的一员武将，他不可能达到诸葛亮、曹操、孙权那么一个高度。可是往后世来看，关羽在中国民间影响那大的不得了。不光说这武财神，你看香港那警察呀，上班之前也给关公上炷香。咱们看好多这个香港警匪片里，黑社会也供关公。而且我们看很多过去的会馆，尤其山西陕西的做买卖这些人供关公。也就是说，关羽成了中国民间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符号，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三国里边其他的人物。那么关公这个形象由于过于深入人心，所以在三国里边呢成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。新版三国开播头几集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议论，咱得看看啊，刘关张像不像。其实刘备你选谁来演的呀，见仁见智，大致是一个书生模样，中年人就可以了。关羽、张飞基本是定型的，因为咱们一闭着眼睛，你想关羽什么样？卧蚕眉、丹凤眼，海下五柳长髯，这形象定死了。所以说，你选这么一个人来演这个电视剧的话，他非得是外形过关不可。外形过关以后呢，剩下事儿都好办了，因为关羽的性格在那摆着呢。第一个沉稳，不太常说话；第二个最主要骄傲，哎呀，谁也瞧不起。你看在这个京剧里边都是关羽，都是一出场都是抬着脸，而且京戏里边对关羽这样戏专门有个称呼红净戏，这脸是红的，净角嘛，大花脸，而且管这个戏叫老爷戏。像这个古城会啊，华容道啊，总共有那么5、6出戏关公戏。而且武生演员呢，不到一定份上不敢演老爷戏，不敢演关公戏，就关公成了一个符号，一个形象的化身在那儿。那么找演关公的演员，我刚才说了，性格上把握很好把握，沉默寡言，再加上骄傲，谁也瞧不起就够了。关键是这个形象，如果他这个外形大家不接受他，这关公就砸了。那么我们看新版三国里谁演关公？于荣光。于荣光咱们好多朋友都熟悉，演过大量的电影电视剧，也算是个角儿。那么我们要想评价一下于荣光演这个关公怎么样，咱可以拿老版三国里边陆树铭演的关公比较。那一版可以说扮相非常威风啊，卧蚕眉、丹凤眼，而且尤其是一斜眼那功夫，关公那种孤傲劲演出来。据说当初啊，陆树铭拍关羽这个戏，提刀上马，当时正好拍这个戏的场景边上呢有一些武警在那个执勤，关老爷一上马，一提刀往前一走，那些武警鼓掌，太好了，这扮相真威风。那么你要拿陆树铭版这个关羽呢，跟于荣光版关羽一比较，你发现于荣光这版差点气候。怎么差气候呢？首先一个呢，不如关公脸部那么饱满，于荣光显得瘦，而且关公是红脸，他再一涂吧，在这个电视里头这个光打的再一不好，显得他面黄肌瘦的，就好像这版关羽啊是受灾版的关羽，跟灾民似的，跟没吃饱似的，显得有点不那么丰满，气场不那么大。再一个，
丹凤眼的人呢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多见。于荣光的眼睛呢，不算太大，也不算太小，绝不是丹凤眼。他为了把关羽这丹凤眼演出来呢，他总眯着眼睛，一眯着眼睛，你感觉这个有点装腔作势在这儿，而且总这么眯着眼睛，是总这么演下，都容易得白内障啊，这都总眯着眼睛。所以他这个戏整个看下来之后呢，我感觉他这个关公啊，总端着架，眯着眼睛，演的比较累。就他这个人物形象上来讲，我觉得没有陆书明版的好。在香港娱乐圈里呢，有一个人被称为活关公，说什么意思？不光说这个人讲义强，形象上也好，谁呢？狄龙。咱们看有个电影叫《见龙卸甲》，刘德华演赵子龙，里边配角关羽就是狄龙演。狄龙上马之后，眉毛胡子一扮，确实那个形象很威武。他像在哪儿？就像在丹凤眼。这丹凤眼你还不能是像死鱼眼似的，你得挑起来，然后一瞪，显得你威风八面。所以你跟狄龙啊，跟陆书明比，于荣光版这个关羽啊，扮相咱说实在是差一些。那么从他的性格刻画上讲，我倒觉得没啥技术含量。关羽我不说，一个沉默寡言，一个性格孤傲。为什么沉默寡言？关公他在山西蒲州解良县生人，可是后来呢犯事了。关羽是个杀人犯，搁现在来讲都个通缉令，全国通缉的这种。你想他要是嘴嘚不嘚一个劲儿说的话，那不把底都漏了吗？所以关公沉默寡言呢，是长期作为通缉犯在逃生涯造成的。后来天下大乱，没人管这事儿了，跑到河北一带驻军，这是关公来历。所以他不怎么靠智商。另外一个性格孤傲，关公有一招，这个人有的时候能耐大了，他看不起人；还有一种人好像看不起人，他心里头自卑。你比方说关公有跟人接触，一想我一个在逃犯、通缉犯出身，心里头也不太舒服，所以跟谁接触的时候，他怕露底的时候就对你有距离。一有距离，他显得不近人情啊，不跟你接近的时候显得那么傲气。这就跟我们现实当中说，有的人极度的自傲，是因为极度的自卑，他怕有些事让你看出来，所以显得很孤傲。你看，这是关公性格的一个主要成因。那么关公获得大家广泛的认可，民间为什么有这么大名气呢？首要一点，关公一个核心的优良品质就是忠义，就是我不管跟谁在一块儿，我对你够意思。你看他对刘备也好，对什么也好，比较讲忠义。而这个忠义呢，是中国道德层面当中万古不化的一个优良品质。就是哪怕你这人愚蠢点你对他好，这个人是个坏蛋，但是忠义这个品质众口称赞。你看潜伏那个电视剧里边，余则成对这个共产党非常温顺，李涯呢对国民党忠义。我们说这两个人如果就从忠义层面来讲，同样值得敬佩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香港警察黑社会都拜关公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忠义这个品质，无论是黑的白的，都认可这是一个好的品质。那么关公在历史上呢，真实的人物应该说没有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描述的这么威风。而且关公这个能耐你也很难说他有多大。三国里边呢，介绍这个张飞呀、吕布那都有精彩的打斗。关公出场，要么是3个打1个，3个战吕布吗？要么是马快刀狠，趁着华雄、颜良、文丑没明白怎么事儿，呲楞到眼前了，一刀斩于马将。对于他相持过程当中的武艺，三国里没有明确的描述，所以有人说关公是一个打时间差的高手，他的核心是速度快，上去你没反应过来给你拿下了。他有一些说法我倒觉得很有意思，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？关公不认识道，就跟咱们现在开车的人说你是个路痴，找不着道。说怎么关公是路痴呢？你看他有证据过5关斩6将，为的是啥呀？为的是保皇嫂河北寻凶，找他哥哥刘备。那个河北冀州在哪儿呢？当时关公在许昌，曹操的根据地嘛，31小宴51大宴，上马赠金下马赠银，最后挂印封金走了。许昌在哪儿呢？在冀州的南。
也就是说，关公要河北寻凶的话呢，保皇嫂走应该往北走才能找刘备。可过五关南五关，我们看东岭关、泗水关、荥阳、华州、黄河口渡头，还有一个洛阳。总共这5关。那么说东岭关、泗水关，咱们现在好多朋友不熟悉。洛阳大伙儿知道吧？洛阳在哪儿？洛阳在许昌的西边。那你说关公保皇嫂河北寻凶往北走，他怎么奔西去了呢？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往河北去呢？就说关公不认识道，所以是错过5关，枉杀6将。这6个人死的太冤，包括古城斩蔡阳的头，他死的太冤了，真的。有人说关公是个路痴，不认识道，还有人说关公走麦城，最后在麦城那儿被弄死了。说这也怨不着别人，怨他自个儿作死。怎么作死呢？人家讲了，这关公啊，这个时候多大岁数了呢？62。这可是史书明白白记载，《三国演义》也说了，说那老将他一样威风。不是，你再看关公客观条件，关公拿着青龙偃月刀，骑着赤兔马。青龙偃月刀多少斤？82斤。一个62岁的老头拿82斤青龙偃月刀，能不能拿动？这是回事。关键骑着赤兔马，说赤兔马好啊，日行1000，夜行800。哪儿啊？赤兔马当初是虎贲中郎将李肃从董左手献给吕布的。这个马呀，得3岁口才能上战场，就起码得3岁。那么到了关羽手是什么呢？白门楼杀吕布，曹操把这个赤兔马给了关羽，转赠给关羽。这个时候这个赤兔马已经13、14岁了。那么到了关羽走麦城的时候，这马多少岁呢？40岁。这个马40岁啊，相当于人120多岁。你琢磨琢磨，关公走麦城的时候啊，62岁一老头拎着82斤青龙偃月刀，骑100多岁一个马，你说那不找死的吗？想活都难。当然这都是后来啊小说说评书的人给演绎的，但是总而言之，这反映什么？就是关公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威风，他的能耐不一定有那么大，但是他这个忠义确实让大家敬佩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他骄傲。好多人一提关公觉得牛傲气。你看五虎上将有关公，关公一看这五虎上将名册来气了，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张飞我兄弟没得说，赵云虽陪我结拜兄弟，跟我弟兄也没区别，也可以。马超马孟子乃名门之后，那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，可以。黄松乃一老卒，他怎么能跟我并列？关羽这时候傲气劲上来了，在一定程度就破坏了蜀国这个和谐社会，所以最后呢也破坏了跟孙权这种暂时的和谐。最后吕蒙正白衣渡江把关羽弄死了，有不少人说他自个儿作死。那么关羽为什么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呢？这个事儿非常值得研究。关羽是一直到元代左右才被真正奉为武圣人关帝。在之前中国文圣人是孔子，武圣人是谁？是姜子牙，在民间。到元朝的时候把关羽弄进去。我想啊，这个统治者有特殊考虑。元朝时候是蒙古族统治中国，那么他觉得汉人这种反抗力量很强，那么他就要确立一种忠君思想，你得忠义，所以把关羽搬出来呢，册封为武帝啊，圣人，武圣人。那个时候关羽从元朝时候开始跟孔子并列为文武圣人，就可以跟孔夫子平起平坐，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那么有人说这个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个关公后来有关帝庙，而且关公成财神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呀，有那么个传说，说关羽死的时候，这不孙权吗？把关羽人头斩下，嫁祸于曹操，把人头给曹操送上。君侯别来无恙乎啊！我们把这人头封上的厚葬，厚葬是厚葬啊，关羽的脑袋跟身子就分两半了。结果他身子这半在荆州这儿，脑袋已经弄曹操的去了，所以关羽死之后在荆州这不得安宁，就成了个厉鬼了。到隋朝时候呢，有个和尚叫智者大师，这智者大师呢
到这山上来呢，想把这个山呢，荆州边上一座山修成一座庙。一看关羽冤魂在这儿呢，就用了7天7夜劝渡关羽的冤魂，就说你呀，都有这么大灵气了，你想想你生前杀了多少人，多少人被你身首异处了，人家都来找你索命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一劝，说关羽就听劝了。从那以后，帮助这个人啊，他领了一帮鬼魂，帮助这智者大师建山修庙。最后这庙修成了呢，这智者大师也在庙里边给关公立了个塑像。所以说，从那以后，这关公像呢才进入民间的庙。那么说他为什么是财神呢？很早的时候是山西人供关公，希望关公保佑他。为什么山西人供关公呢？关羽山西蒲州解良县的山西的好汉，侯宝林说关公战秦琼，那么秦琼山东的，关羽山西的吗？才有2个地方打架吗？这是。而且为什么他是财神呢？大伙儿别忘了，山西人晋商。咱们看乔家大院啊，看白银谷那里边，山西人多会做买卖，非常会做买卖。他们出远门，像乔致庸演曹操那个这个陈建斌嘛，他在演乔致庸的时候不是出外地犯茶吗？一路之上多灾多难，希望关公保佑他，自己家乡人嘛。而山西人又会做买卖，时间一长了呢，关公成了山西商人的保护神，那么自然而然，这些人很会做买卖，很会挣钱，他不就成了财神了吗？而且还有一种说法，关公最讲什么？讲诚信，讲信义。说这做买卖啊，有大诚信，小诚信，张嘴编个瞎话糊弄人，架上晃一下就无所谓。但是大诚信你得讲，时间长了，你这客户你得对他们讲诚信。而关公最讲诚信，所以说奉关公为财神爷，其实是希望什么呢？和气生财，诚信生财，这跟咱们现在观点基本都能接得上。所以这个是山西人供关公，后来拓展到生意圈里都学山西人经商方法，就把这关公给弄来供了。这现在大街小巷，你看哪个地方开个小买卖都是供关公为财神爷，这个称为武财神。文财神呢不一样，有说是比干的，也有说正财神是赵公明的，但是武财神公认是关公。而且供这关公财神呢，民间有不少说法，这财神不能这冲着方向有关，不能冲东，得冲南。为啥？叫财神冲南钱花不完，财神冲东一场空。为什么呢？这跟中国阴阳五行结合在一块儿。财神冲南，南方属火，背后是西方，西方属金，金不是钱吗？冲南，南火克西金，把钱都收进来了。你要冲东的话，东方青龙甲乙木，西方白虎庚辛金，金克木，你这钱都跑了。所以财神冲南，南火克西金，才能把钱都压下。这民间一些说法。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呀，他不管这个，财神一般供呢都是进了门，正对着门就行。为啥？招财进宝吗？你门开了，给我送钱来了，正好财神爷在这，钱都收了。当然这关公形象也很有意思，平常不是赤兔马拿着青龙偃月刀，财神不是，这手托着元宝，这手拿着刀，就左手托着金元宝，右手拿着青龙偃月刀。我倒觉得这个跟当前形势更吻合。咱们今天呢接着说三国的人物，说完关羽之后呢，咱们就要说到张飞了。那么张飞跟关羽啊有一点挺类似，新三国在选角的时候主要是选一个形象，就说张飞这个形象啊到底是什么样，应该说是深入人心。都知道起码得是那种脑门往前一点，眼睛瞪着，眼睛努着，腮帮子鼓着，两臂一较劲，胳膊上起筋线，都得是这样人，一个大汉形象，然后胡子非常多。那么他性格上呢倒好演了，脾气暴躁，性目烈火，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粗中有细。所以最关键的呢是得在形象上选对了。咱们前面说于荣光演关羽这形象稍微差点。那么新版三国里这位演张飞的演员呢，我觉得形象同样差，显得多了几分这个柔媚之气。那怎么张飞还有柔媚之气呢？你看这版的张飞有酒窝，而且一笑起来显得傻吧唧特实诚，不像一个已经是中年汉子的一身杀气的那种猛张飞。这个猛字
应该说他没有刻画到位。那么说张飞长什么模样呢？《三国演义》里写的明白，身长8尺，豹头环眼，声若迅雷，势若奔马。但是这几句比较虚，要说比较详细的描述这个张飞外在形象啊，咱们有不少朋友听过传统相声《八扇屏》，里边有一段贯口叫莽撞人，就说张飞长什么模样。说长坂坡上这不是把赵云接过去了，曹操一看说，哎呀，昔日曾听关羽关云长对某家言道，见张飞豹头环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灰，海下扎里扎撒，一不刚然，有如银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上嵌八宝，云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腰系黄丝绦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烟云兽，手使丈八蛇矛，立于桥头，高声断喝，大喝一声，曹兵退后，大喝2声，顺水横流，大喝3声，当阳桥断。后人有诗赞曰，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100万军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所以说张飞的形象基本上你得按照这个来才能被大伙认明。那么我们看老版三国里张飞呢，基本就是按这个形象来的，尤其那双眼睛瞪起来之后都要突出眼眶子之外了。张飞这双眼睛是他的神。我们看这个新版三国这个演员呢，据说是一个健美教练啊，还在俄罗斯工作。导演高一熙把他找了之后，他是毛遂自荐，我就一定要演张飞。说好，你演张飞行，你先练眼神儿。那你这眼睛瞪不起来不行。说这演员回家呀，练了这个1个多月，把眼睛瞪起来，能瞪圆，能努子出来了，这才算第一关合格了，让他演张飞了。那么说张飞他最终这个扮相获没获得大家认可呢？我觉得和关羽一样，跟老版一比啊，新版里边这个张飞的扮相好多人不认可。这一个这个酒窝长的张飞就有点媚气了，这不对。再一个显得过于白净。如果说这些很多人还能容忍，最难容忍的是张飞这里边这个250台词。你看这里边都是这样，张飞、关羽、刘备这哥仨一出来，没等刘备对一个事儿发表看法呢，张飞一定是先说话的，不是带俺戳他1万个透明窟窿，要不就是一把火把这房子烧着了，再不索性他奶奶的咱走了，怎么这类话。完了，关羽保准一句，三弟啊，还是听大哥的吩咐。完了，刘备一般是三弟不可造次，三弟不可莽撞，三弟不可大意，基本上都这些台词，显得什么呢？我管刘关张组合，这2个阴谋家加一个250。刘备跟关羽看着就跟俩阴谋家似的，什么事不吱声，低眉啊琢磨，等张飞当枪使往前奔。其实这种搭配啊，是咱们不少的这种脸谱化的电视剧里常有的。你比方说这个，我倒觉得这搭配有点像什么，像这个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里边那沙僧基本就2句台词，第一句台词是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；第2句台词是大师兄，师傅和2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，就这2句台词。完了，孙悟空说：“哎呀，大师兄不要着急。”我去，你看这三国像不像？刘备没吱声呢，我怎么样？刘备三弟不可造次，不可莽撞，都是城市化、脸谱化的这种台词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搭配不可理在哪？大家别忘了，这个张飞呀，他不同于李逵。李逵呢是有勇无谋，真是莽撞，就听宋江的话，有时候宋江话他都不听。可张飞不是，张飞粗中有细，他不是没研究，有的事他眼中一转也能记上心来。老版三国里边这点把张飞塑造挺好，就除了脾气暴躁之外，真沉下心来他能想点招。张飞他粗中有细呀，在于他有一些细节他会用计。你比方说长坂坡那一段，救了赵云，他之前呢想让曹操怀疑他是带多少兵，不敢贸然进军。他整了几匹战马呀，拖着些树枝在树林里边来来回回跑，结果弄得烟尘四起。
哎，曹操一看，哎呀，这里有多少人呢？当然，他这个用计呢，有用穷尽的时候。撤走的时候吧，把挡阳桥彻底都拆断了。诸葛亮就怪他了，说你不拆桥，曹操不敢过；一拆桥，你这不露怯了吗？所以说，张飞史记他是一步一步的，先会点儿，然后再扩大，然后再总结经验教训，他有一个过程。哎，所以说现在新版这个张飞，从他一贯鲁莽表现看，咱都不知道他这过程是从哪儿来的。张飞用计还涉及到什么？他在那个树林里边啊，用马来拖树枝，烟尘四起，后来都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的那个时候，沙漠之狐隆美尔把英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。这时候没办法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出阵，但是很想速战速决，就想用疑兵之计啊，把隆美尔从北非吓退，这样全力以赴分欧洲战场。他采用什么办法呢？弄了500多辆卡车啊，在这个地方来回的弄得烟尘四起。隆美尔不知道这英国军队有多少，最后隆美尔疑心很重，带兵直接从北非撤了。所以这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有直接影响。咱们可能说蒙哥马利这招啊，没准就从张飞那学的。可是这新版张飞，我感觉这台词轮到他那都是250台词，啊，全是不经大脑思考的弱智台词啊！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。完，刘备把他压住。但是说实在的呢，这种设计我倒觉得恐怕是导演有意为之。为什么有意为之呢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就有这样的，比方说教育孩子，家里头严父慈母嘛。要是这个父亲严厉点呢，母亲就得慈爱一些；要是母亲管孩子，那父亲就得这个宽厚一些。所以这个家里头都有唱红脸的，有唱黑脸的。那么我们看在单位工作都是如此。比方说你出去办理一个事业上，保准有人哎呀这个事儿很不好办，另一人说哎呀我们还可以通融通融吧。俩人这么搭配着才能得最大的好处。这咱们说有的个别的地方的那个派出所经常是，比方说办案，弄了一个办的孩子，已经成年了，但是还小，要审他，说你打仗把人打坏没有？他死不承认。一般公安干警采用的办法都是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黑脸，出来一个就干警，你赶紧说什么？甚至有的时候动动手。这个孩子还不交代，屋里边走出个老警察，50来岁，去干什么干什么呢？你家没孩子啊？哎呀，孩子别着家，别跟他一样的啊！你这么点孩子犯点错误，那怎么就不能原谅呢？孩子，你跟大叔我说吧，你这没事没啥太大事，不就打个仗吗？给人打坏你说就得了。孩子一看见着亲人了，有啥说啥，对他好吗？口供就这么下来了。这是一种方法。那我们看刘关张三兄弟，有的时候就是互相之间担当这个角色。其实你不要看张飞净250台词那是给刘备当托的。就说他把刘备心里头某些真实想法给说出来了，然后让对方感觉到了刘备在打圆场搂回来，显得自己是谦谦君子，显得对方不占理。你比方说对吕布吧，就最典型，他这装好人，显得刘备是谦谦君子，仁义道德都在他身上呢。其实他把真实想法通过张飞这一吼叫一鲁莽给泄露出去，让对方感知到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本来想安排刘关张仨人三位一体，这刘备呢是主心骨，关羽张飞就是个托，关羽在中间带一下，张飞是那个往前冲的当枪使的。张飞暴露一些真实想法，然后刘备打圆场。我估计导演想设计成这个方式，可是呢这个张飞这托当的有点太明显了，轮到他这都写250台词，再怎么差劲这也不可能沾火就着啊。而且曹操夸2句，曹操说哎呀我宁可这个听你这个骂我2句，也不听那些小人对我阿谀奉承。张飞哎呀说的俺心里舒服死了，这个城府能干什么事儿？这不成地道的250傻瓜了吗？所以张飞虽然鲁莽，张飞可不是傻瓜，不是笨蛋。三国演义里写过多少次张飞如何巧妙的用计，两军阵前杀敌背后算计对方都有这个。所以我觉得三国演义呢这个新版三国把这张飞太脸谱化了，
让张飞成了刘备的纯粹一个托，纯粹一个250。当然，张飞是员武将，所以你判断他演的好坏还有个标准呢，里边打戏怎么样？由于这个新版三国后拍的嘛，他特技效果做得好，所以这打戏看着比老版三国呀精彩不少。咱们不妨可以比较一下。两军阵前交锋的时候，这个张飞呢，新版的里边由于打斗场景拍的不错，把张飞这勇猛啊还真是体现的不错。其实张飞这个武艺在三国里边算不上上品，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，张飞的前6名里他是最后一个。但是张飞打仗有个劲头，勇猛不要命，所以你看不管他拼吕布还是跟马超什么的，对方说实在真忌惮他3分。这就咱们过去老话说的，远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还怕不要命的。当然后来续说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，不要脸的怕不要钱的。原先就是套不要命的，张飞就是个不要命的，所以别人对他都忌惮3分。但是张翼德粗中有细，和李逵这些莽撞人不一样。所以说新版三国里边，我倒觉得没有把张飞这种用计的过程。你后来张飞也使计策，可是前面一出场这么250个，你能想象他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军事战争过程当中，这个智谋就成熟起来，缺乏必要的铺垫。而老版三国呢，从人物形象上和这个过程上体现的比较好。就是你看张飞这个人的外形上，就不是那种粗粗拉拉的显得单纯幼稚的可爱，那么个莽撞人，不是那个样子。所以我说新老版一比较呢，我倒觉得这个新版的这个张飞啊，不如老版的张飞那么鲜活，那么真实。那么呢，咱们用了几天时间呢，把刘关张3兄弟这情况给大家基本说说，新版老版比较一下。那么有很多人呢，就是羡慕刘关张，包括咱们现在有的人也想效仿桃园三结义，说你看人那哥仨处的跟一个人似的，而且互相之间呢都可以说生死已知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人这个关系怎么处？说实在，咱们现实当中啊，哪几位朋友要想处的跟刘关张似的，基本没这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大伙记住一点，你只要有家眷、有亲人、有老婆、有孩子，哥们之间的交情就受影响。有人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刘关张为什么开始能处的那么好？他们仨都是光棍儿。当然这个光棍儿啊，可不是说是这个就没找着媳妇儿。有故老相传呢，关羽跟张飞都有媳妇儿，两个人要投军呢，就怕惦记自己的家眷，怎么办呢？那时候人也狠，咱把自个儿媳妇杀了吧。可是自己媳妇杀，这得多狠呢？咱俩互相换着给他们。关羽到张飞家把张飞媳妇宰，张飞到关羽家把关羽媳妇宰。而那个时候刘备又没娶甘夫人、糜夫人，哥仨都光棍，互相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。那说那后来他人都有家眷了，要不怎么有阿斗呢？怎么有关兴、张苞呢？你俩儿子都有。哎，那个时候都有了孩子有家眷的时候，这个长幼尊卑次序已经形成了。刘备已经是绝对的主公，后来是皇上了。哎，关羽、张飞这个阶梯性已经出来了，就这不光是自个大哥，还是自个主子了，所以那就相对好管理了。最开始刘关张能处那么和谐，跟仨人说白了2条腿支个肚子，自己吃饱连家里狗都喂了，就这么仨人光棍，跟这个有关。有人说那你说那个这不能有这家眷，说就影响兄弟感情。各位大伙儿有兄弟之间合伙做买卖的有吧？朋友之间说咱们合伙干这买卖，你会发现别扭。为啥别扭？如果你光棍他光棍，就咱们自个儿挣多少钱胡吃海塞就行了。一旦有家眷，大伙儿记住一点，朋友之间只能一起花钱，可别一块挣钱。一块挣钱那是合伙人，不叫朋友。为啥？一块花钱到饭店吃饭，哎，我买单，我这有。你看显得很近乎，一喝起酒来，这朋友之间关系上来。可是一块挣钱，毛病就出来了。为啥？你把这钱挣回来怎么分啊？说行，大哥你说了算。哎，分完了，回到家跟自个儿媳妇说：“哎呀，我跟我大哥、我二哥我们做买卖挣了多少钱？那你得了多少？”媳妇问你说：“这些。”可能你媳妇就说了：“哎，你真傻，你让他俩给蒙了。
啥是你干的，什么资源是你的，这个人是你拉来的，怎么就分给你这点钱呢？他俩是蒙的呢。哎，你心里就琢磨了，可也是啊，这事我干，那事我干，怎么我才得这些钱呢？你为什么心里犯合计呢？你想自己老婆能害自个儿吗？朋友之间关系再好，你好不过媳妇儿，好不过儿子，好不过爹妈，这叫疏不见亲。所以说一嘀咕这事儿，朋友再做买卖没法做了，结果掰开了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所以各位听我一言，朋友之间咱一块花钱，咱别一块挣钱。哎，过去就讲嘛，家里有家眷呢，吹吹枕边风，干个什么的，这确实是你们是两口子是一家的，为自个儿的家考虑。你要是光棍说你不考虑这个，就哥们义气就够了。所以说呀，刘关张当初为什么处的那么好？没家眷没啥，到后来各自有亲属了，哎，有物质利益了，长幼尊卑次序也形成了，那一切都可着刘备来，他是咱主公，咱皇上，这个事儿好解决。如果他们仨各有各家眷，还在一起打天下，一起争一城一池，争荆州之类的，恐怕后来也不会那么太和谐。所以刘关张那种感情啊，严格意义上讲是存在于那个时代，我们现代社会恐怕呀很难复制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